信晒一位朋友嘅熱情推介嘅優質住宅，結果踩入咗一個精心設計嘅陷阱。當你發現呢個熱情背後，原來係牽涉咗一個高達2萬蚊澳元嘅秘密回佣，而呢個朋友更加喺你轉身就抹黑你同埋你隻狗，咁你點算呢？點解有啲人可以做戲做得咁神嘅？心理學家話呢種人有一個好特別嘅認知扭曲，令到佢哋可以喺唔同嘅場合講完全相反嘅說話，佢哋仲要覺得自己冇做錯。想知點樣去識破呢一啲神變面嘅高手，避免自己做下一個受害者，就要睇落去啦。先同大家分享一個移民嘅故事。我朋友 Jenny 嘅經歷呢，佢啱啱移民到澳洲，人生路不熟啦，只係有一個以前喺香港行山群組裏面一個唔係好熟嘅朋友喺度。呢位朋友呢就好熱情推薦佢而家住緊嘅呢個小區，講到好好啦，有24小時保安啊，環境一流啊，最重要嘅就係可以互相照應啊嘛。Jenny 聽咗呢個朋友嘅推薦之後呢，就投入咗一大筆嘅積蓄買咗呢一間屋。對於呢個決定呢， Jenny 係心存感激嘅，覺得自己有呢個照應，尤其是係初到一個陌生嘅國度，有熟人喺度呢，實在係覺得好感恩嘅。2個月後， Jenny 因為媽媽嘅健康問題，就急住需要返香港呢1個禮拜去搞一啲家事。佢就好緊張自己養咗幾年嘅狗仔點搞呢？即刻就去揾好多唔同嘅寵物酒店啦。呢個朋友呢，當時就提出啦，你唔使咁擔心，我可以幫你照顧啲狗嘅，反正我哋住喺隔離，我每日過嚟咪餵下佢食嘢，帶下佢散步咯，你放心返屋企去搞你啲嘢啦。Jenny 當時就好感動，覺得自己真係好彩有呢一個朋友。仲請朋友食咗一個好豐富嘅晚餐，表達佢嘅謝意。之後就安心返咗香港啦。喺香港嘅時候呢， Jenny 都會了解自己狗狗嘅情況嘅，而朋友呢就話俾佢聽，一切順利啊，狗狗好乖咁等你返嚟啊，你放心處理家事啦。當 Jenny 返到澳洲嘅時候呢，第一時間就去接狗狗啦。佢仲買咗好名貴嘅手信送俾呢個朋友，專登買一張心意卡呢，親手寫咗多謝嘅說話。當佢行緊去朋友屋企嘅時候，隔離單位嘅婆婆呢就同 Jenny 講啦，哇，你終於返嚟啦！你隻狗呢真係好煩啊，日日喺度吠，搞到你個朋友呢日日都喺度投訴，仲話你點解臨時放隻狗俾佢照顧，連佢之前呢要去同朋友去呢個黃金海岸嘅旅行呢都取消咗。Jenny 就覺得好奇怪啦，佢心諗唔係喎，係朋友自己自願請纓嚟幫我嘅喎。婆婆就繼續講啦，你隻狗曳到不得了啊，咬爛咗人哋嘅梳化，你快啲去接返佢啦。Jenny 聽到之後呢，當時真係頭都暈埋，咁就即刻去接返隻狗狗啦。佢就好小心翼翼、好客氣咁去問呢個朋友，我隻狗有冇整爛你啲嘢啊？如果有嘅話呢，我而家即刻賠返錢俾你啦。當時佢個朋友呢就表現得好溫柔大方咁樣同 Jenny 講，冇啊，你隻狗好乖，乖到不得了，冇事嘅。仲話呢，你使乜咁客氣買嘢送俾我啊？我哋咁傻，互相幫忙係應該嘅。Jenny 見到個朋友呢個樣，剛剛聽見婆婆咁樣講，佢心裏面自己就有數啦。佢當然唔會即刻去督穿啦，咁但係自己就知道係咩事啦。過咗半年之後，呢位朋友呢就突然宣布要搬屋。喺搬屋嘅飯局裏邊呢，朋友就話啦，我真係忍唔住呢個小區啊，環境又差又嘈，啲管理效率又差，仲要經常呢啲人喺度放狗呢喺度吠嚟吠去，影響晒生活質素。我而家新屋呢度呢好到不得了啊，點好點好，咁就下山8字啦。
講完呢，仲望 Jenny 一眼，你都應該考慮要搬啊，呢度其實唔係咁好住。Jenny 當時真係我諗佢嗰頓火呢上到頭殼頂，但係呢，佢都保持微笑嘅，但係心裏面呢，真係千瘡百孔啦。飯局之後，佢先至喺另外一個朋友口中聽到，原來當日呢個朋友力薦呢個小區呢，係因為佢每介紹一個新買家，發展商就會俾一筆可觀嘅回傭，大約係樓價嘅 1.5% 啦。以 Jenny 嘅單位去計呢，呢一個朋友呢，就靜靜雞咁袋咗2萬幾澳元咯。喺呢個時刻呢，Jenny 先至徹底覺得自己上咗一課，原來所謂嘅熱情關懷只不過係精心設計嘅利益陷阱。佢唔單止係俾人賺咗回傭啦，仲要承受朋友喺背後嘅抹黑。最令到 Jenny 心寒嘅係佢善意嘅感謝，嗰張感謝卡嗰份禮物變成咗呢一個朋友喺其他人面前吹噓自己有幾咁偉大嘅工具。呢次嘅經歷呢，就令 Jenny 深刻咁明白，有啲人嘅好背後往往係藏住好深嘅盤算。點解有啲人可以神變臉呢？心理學上面呢，呢種人通常有強烈嘅功利主義傾向，佢哋將人際關係視作為一種交易。我對你好係因為你對我有用。心理學家 Robert Cialdini 就有一個咁嘅理論，互惠原則嘅扭曲，即係佢哋表面上互惠，實際上係計算緊投資回報。當 Jenny 嘅朋友推薦呢個小區嘅時候，佢嘅大腦就會計算緊，佢幫你買咗呢間屋，佢賺到幾多回傭。一旦利益到手呢，呢種朋友關係嘅價值就會大幅降低。呢啲人有一個好特別嘅認知偏差嘅，佢哋嘅事實會跟隨自己嘅利益而改變，心理學上叫做動機推理。當推銷呢個小區嘅時候，佢嘅腦海就會認定呢個小區係好好，因為呢一個事實呢對佢有利。等到佢要搬走嘅時候，佢嘅事實又係好神奇地變咗呢個小區好差，因為呢個新嘅事實亦都再一次符合佢而家嘅利益。最關鍵嘅係呢一類人通常喺心理評估上面同理心嘅指標係偏低嘅，佢哋好難真正會站喺其他人嘅角度度思考。所以當 Jenny 因為佢信任佢而買咗呢間屋，但係呢位朋友完全唔會感受到自己而家呢個行為係對 Jenny 有幾大嘅傷害。心理學家 Simon Boyan 就話呢種叫做同理心侵蝕，即係佢哋可以完全忽視自己嘅行為對他人嘅影響。呢種行為喺我哋生活上面都好多時會出現嘅。例如你上司會同你講，做好呢個 project 啦，大家就可以加人工噶啦。於是整個團隊就日以繼夜埋頭苦幹去將呢份工作完成啦。個結果好到不得了，但係當講到加人工嘅時候，上司就會話，喂，呢啲工作本身就係你哋嘅責任，本身就係你哋嘅範圍，做得好係應該噶。然後轉個頭就同老闆邀功，自己升職加薪。有對新人就想搞婚禮啦，一個朋友就力薦某一個婚禮場地，就話好特別而且有優惠。新人交咗訂金之後先至發覺合約裏面有好多陷阱條款。當問朋友嘅時候，朋友就會話，我又唔係做呢行嘅，我點知啫？後來先知道原來朋友係收咗介紹費嘅。同呢啲出爾反爾嘅人做朋友，唔單止會覺得唔開心，仲會對你嘅心理健康造成深層嘅影響。心理學研究指出俾人出賣嘅感覺觸發大腦嘅痛楚反應就好似我哋真係受咗傷咁樣。呢種社交嘅痛楚
會喺海馬體同埋杏仁核區呢度留低記憶嘅，令你長時間都會產生恐懼嘅反應。被功利性朋友利用之後，好多人就會問自己啦，點解人哋咁對我呢？係咪我做咗啲乜嘢，做錯咗啲乜嘢呢？呢種自我懷疑會侵蝕你嘅自尊心。當人感覺到自己冇辦法去排除、去避免呢一啲被利用嘅情況發生嘅時候呢，就好容易發展出習慣性無助感，覺得無論點做呢都會俾人利用㗎喇，最後甚至放棄去建立一啲健康嘅關係。持續同呢啲人打交道嘅話，會令到你陷入情緒勒索啦。每一次你諗住斷絕關係呢，佢哋又會展現短暫嘅好，去令到你內疚同埋猶豫。心理學家叫呢種叫做間歇性增強，係最消耗人情緒嘅關係模式。就好似賭博上癮一樣，你永遠係期待下一次佢會唔會對你真心啲呢？結果你就耗盡自己嘅情緒能量。時間同情感嘅資源都係有限嘅，當你將大量嘅時間花喺呢種表面嘅朋友度呢，你就少咗時間去建立真正有意義嘅關係。好似 Jenny 咁，如果佢唔係因為呢個假朋友牽住，可能已經認識咗社區裏面好多嘅鄰居。心理學研究表明呢，擁有5-6個真心嘅朋友，遠比擁有20個表面朋友更加能提升自己生活嘅滿足感。長期喺呢一種關係入邊呢，會令到你嘅社交雷達出現故障嘅。你可能會變得過分警惕，見到人呢就會懷疑人哋背後嘅動機，又或者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啦，就係完全喪失咗識別危險嘅信號。呢種認知扭曲會影響所有人際關係，令到你難以建立健康嘅信任。研究表明，我哋會唔自覺咁樣吸收身邊人嘅價值觀，長期同呢啲功利主義嘅人相處，你可能會慢慢接受咗，人際關係就係利益交換呢一種扭曲嘅價值觀。呢種心態一旦形成呢，就好難糾正㗎喇，會令你呢喺所有嘅關係都帶住計算嘅心態，最終你會變成一個連你自己都唔中意嘅人。長期處於不信任嘅社交環境，會令到我哋嘅壓力荷爾蒙皮質醇上升，影響免疫系統功能。簡單嚟講，同呢啲朋友相處唔單止係傷害你嘅心靈，仲會傷害你嘅身體。慢性壓力會增加心血管疾病、自體免疫嘅疾病。呢啲壞處唔單止係短暫不適，而係會深刻影響你嘅心理結構、情緒健康同埋人際模式。認清呢啲壞處係幫助我哋及早識別同埋遠離。點樣應對呢啲神變面嘅人呢？我哋要學識唔同嘅關係俾唔同嘅信任程度。初相識唔係好熟嘅朋友，唔好即刻放佢喺最核心嘅圈層。當有人好熱情咁推介某一樣嘢俾你嘅時候，問下自己，呢個人有冇可能從中獲利，而資料會因為利益而不實。真誠嘅人喺唔同場合、唔同對象面前呢，表現都係好一致嘅。頻繁咁改變立場、改變態度嘅人呢，你一定要特別小心。喺新環境，唔好淨係依賴一個人嘅意見，建立多元化嘅人際網絡，綜合唔同嘅意見。一旦確認對方係功利性嘅朋友呢，心理學家就建議我哋優雅地放手，唔使對質，唔使鬧佢，慢慢咁減少接觸。點解有啲人會發展出呢一種咁獨特嘅性格呢？研究指出，可能有幾個原因嘅。童年時期，如果發現做自己係得唔到愛，或者得唔到一啲資源呢，佢哋就可能學識點樣
扮演角色嚟取悅其他人。如果喺呢啲行為過去帶嚟過有好處嘅話呢，大腦就會將佢編入成功策略。內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呢，往往會用呢一啲所有關係嘅工具化，因為佢哋相信只有利益關係先至係恆久嘅。人生路上，我哋好難避免呢，會遇到好似 Jenny 朋友咁嘅人，佢哋出爾反爾，言行不一。當我哋遇到呢一啲人嘅時候呢，與其憤怒，不如感恩，多謝佢哋提醒我哋呢，乜嘢先至係真正有價值嘅關係。而我哋自己亦都要時刻去檢視，我哋係唔係有足夠嘅真誠去吸引真誠嘅朋友嚟我哋身邊，定係有時都會為咗自己嘅利益而戴上面具。希望大家喺人生路上都可以遇到真心嘅朋友，建立真誠嘅連結。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